视频到了这里，古斯塔沃回想自己差点被儿子杀死，却还要在视频里语重心长地教育自己的儿子以及家族成员一定要团结一致的时候，他的内心一阵悲愤。要是按照他原本的想法，自己干脆告诉所有桑切斯家族的成员，是自己的儿子想要干掉自己，让他们无论如何要为自己报仇，甚至让他们将自己的儿子从家族族长的位置上赶下去。可是仔细想想，他才意识到叶晨的方案其实才是最合适的。自己的儿子现在已经大权在握了，如果自己试图在这个时候揭穿他，逼他手下的人造反，那只会让他彻底撕开伪善的面具，坦荡荡地向世人展示他弑父者的身份。而其他桑切斯家族的成员就算对他不满意，也根本没有实力挑战他的家主之位。更何况现在整个桑切斯家族成员的利益已经不是捆绑在自己身上，而是捆绑在自己儿子身上了。桑切斯家族的其他成员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不可能站出来为他古斯塔沃说话。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按照叶晨的指示，和自己的儿子保持表面上的父子一心，只要不损伤到儿子的体面，只要还给他一条退路，他肯定不会选择撕破脸当一个弑父者。也正是因为自己必须以慈父的面孔给儿子留有余地，他的心里才感觉格外煎熬与不爽。于是他只能把所有的愤怒都转化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身上，对着视频龇牙咧嘴地喊道：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记住，霍华德·罗斯柴尔德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虚伪的人，没有之一。在布鲁克林监狱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他在背后主导，无论是把我关在这里，又试图将我干掉，还是把那个姓周的古董商关在地下密室，都是霍华德那个王八蛋的旨意。现在事情败露了，他就把自己的孙子推出来当挡箭牌。这种人就他妈的一句话，该死！所有背信弃义的人都他妈该死！视频播放到这里时，镜头中的古斯塔沃已经面露杀意，自己的右手比划出一个手枪的形状，不停地在地上点点，似乎正在享受用手枪处决霍华德的快感。随后他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便结束了视频的录制。所有看到这条视频的人都丝毫不怀疑这条视频内容的真实性，因为古斯塔沃就在布鲁克林监狱，而布鲁克林监狱也确实刚刚被证明是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暗中掌控的。只不过就在不久前，罗斯柴尔德家族把关于布鲁克林监狱相关的所有黑锅都甩到了马特身上。起初人们是信了霍华德的说辞，可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古斯塔沃现身说法给打脸了。连古斯塔沃这种超级毒枭都站出来指责霍华德，这一下就让所有人坚信霍华德才是这背后的操盘手。因为马特·罗斯柴尔德不过就是个喜欢睡别人老婆的纨绔子弟，这种人怎么可能有资格和能力去跟古斯塔沃这种杀人如麻的大毒枭暗度陈仓？霍华德等于拼了老命在粪坑里极限走位了一把，才靠着拉马特进粪坑当垫脚石而勉强没让自己身上沾上屎。就在霍华德站在粪坑边上庆幸的时候，古斯塔沃不知道从哪忽然冲出来，就义无反顾地抱着霍华德一起跳进了这个粪坑里，给了霍华德一个绝杀。一瞬间，网络上对霍华德的辱骂之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罗斯柴尔德家族做梦也没想到会遭到古斯塔沃的背刺，一瞬间慌作一团，与毒贩达成交易，给毒贩享受监狱特权，并且通过毒贩来获取在墨西哥的利益。这种事情本来就根本上不来台面，要是放在半开化的19世纪鸦片战争时期倒是好说，反正大家都是毒贩，连不列颠的贵族和皇室都是毒贩，罗斯柴尔德家族跟毒贩有牵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现在是现代文明的21世纪，不列颠的皇室早就把自己洗白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现在还与毒贩打交道，这是当今社会极度令人不齿的行为，几乎瞬间就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声誉拉到了谷底。霍华德从床上气的瞬间坐起身来，看着来报信的大儿子，怒不可遏地质问道：到底是谁要干掉古斯塔沃？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干掉他？大儿子尴尬地说道：父亲，
我们与古斯塔沃是有合作约定的，我们怎么可能要干掉他？这件事情要么是有什么误会，要么就是古斯塔沃瞎编乱造的。霍华德反问，古斯塔沃早就跟我们达成约定了，他这个时候瞎编乱造诬陷我们，对他有什么好处？而且我想不通的是，他在布鲁克林监狱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这种待遇也就只有我们能给得了。他现在站出来检举曝光我们，那不等于是把他自己也卖了吗？一旦美国政府开始调查这件事情，那他必将失去我们提供给他的所有特权。到那个时候，他还有什么好日子可过？大儿子一脸茫然地说道，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于情于理，这个古斯塔我都不该站出来反咬我们一口。霍华德非常严肃地说道，我们仔细想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古斯塔沃放弃现在的优越生活，也要站出来跟我们对着干？大儿子摇头道，我想不出来，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跟我们合作，就算整个桑切斯家族都是如此，这时候反水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益。霍华德沉默片刻，认真道，除非古斯塔沃的生命安全真的遭到了威胁，一定是有人真的想干掉他，所以他才被逼无奈要把我们拖下水。大儿子连忙问，父亲，您觉得谁会想杀掉古斯塔沃？现在的古斯塔沃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古斯塔沃了，他就算享受再多的特权，也还是美国政府的阶下囚。这时候沙滩不但得罪了桑切斯家族，甚至还得罪了美国政府，有什么意义呢？霍华德冷声道，你去调查一下这件事情，我要弄明白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与此同时，墨西哥的哈利斯科州，桑切斯家族的大本营便盘踞在这个以龙舌兰闻名的地方。桑切斯家族居住的宅邸早已经不是庄园可以形容，他们拥有超过数百平方英里的土地，并且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种植了大量价值不菲的龙舌兰，建设了多个奢华至极的超级庄园。与福布斯排行榜上那些所谓身家百亿的企业家不同的是，桑切斯家族的数百亿美元身价几乎没有任何水分。企业家的身价多是估值和无法套现的股份，比如自己的上市集团市值1000亿美金，企业家个人拥有51%的股份，理论上说，他确实身价500亿美金，可这些股份不可随意减持，最多也能拿出一部分质押。可是质押股份换来的钱不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万一哪天业务不好，行情不好，企业估值暴跌，质押来的钱也要老老实实还回去才可以。桑切斯家族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身价全是用毒品从美国以及全世界换回来的真金白金，所以他们才可以肆无忌惮地挥金如土。在整个桑切斯家族大本营的中心位置，有一个如古堡般雄伟的建筑群，这里便是桑切斯家族核心成员居住的地方。古斯塔沃的儿子埃克托·桑切斯便住在这里。自从他代替古斯塔沃执掌这个毒品帝国以来，他每天都要乘坐直升机巡视整个桑切斯家族的地盘，而每一次巡视都坚定了他将这个帝国继续发展壮大的决心。可是现如今的桑切斯家族却要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牵着鼻子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古斯塔沃·桑切斯就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上。父亲在别人手里坐牢，让埃克托变得格外被动。可是每当他想要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划清界限的时候，身边的所有人都会提醒他，他的父亲古斯塔沃还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上，所以无论如何都一定要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友好关系，不能太过冲动。埃克托有很多自认雄才伟略的计划，可是这段时间以来，他想到的那些计划基本都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推翻。每当他想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翻脸，古斯塔沃都会成为对方拿捏他的七寸。这让他深刻地感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是阻碍桑切斯家族继续发展、再创辉煌的绊脚石。为了彻底摆脱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掌控，他才打算找人在监狱里将父亲干掉。这样一来，罗斯柴尔德就再也不能拿捏自己。此时的埃克托虽然已经进入梦乡，
可他在梦里依旧盼着约瑟夫能够尽快把父亲干掉，彻底断绝自己的后患。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叔叔，也就是古斯塔沃的弟弟里卡多·桑切斯，忽然给他打来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叔叔便在电话里急不可耐地说道：“埃克托，快看新闻，你父亲出事了。”